大家好啊，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咱们继续聊期权。这不又到财报季了嘛，所以本期影片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赌财报。赌财报说到底脱离不了一个赌字，所以啊，大家切不可大仓位的去做这种毫无逻辑可言的赌博行为。所有股票财报后的表现都和抛硬币一样，没有人知道是涨是跌，所以即便再安全的策略，也没有办法十分有效的控制风险。包括今天咱们分享的几种赌财报的策略，也只是相对安全一点而已，拿点小钱去娱乐一下就行了，押上身家性命那就太不值得了。说到赌财报啊，很多朋友第一想法就是看涨我直接买 call， 看跌呢我直接买 put， 非常简单，这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可是今天我要是给大家分享这么简单的操作，恐怕大家要骂人了。可是话说回来，直接买 call 和买 put不是不好，对于以小博大，这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买 call 上涨无限，亏损有限，多好的策略啊！可是缺点是成功率太低。这种单腿策略，如果股价不是暴涨暴跌，我们往往都不太容易赚到钱。这是因为我们会遇到 IV crash， 涨跌都亏钱。比如以前影片咱们讨论过，美光科技今年6月的财报后股价下跌了 7%。但是单独买 put 的朋友并没有赚到钱，反而是用我们的稳健策略的一张合约赚了400多美元。那这就是那个 IV crash 的影响。再比如英伟达财报后，大部分赌英伟达财报的都在叫苦连天，没赚到钱。可是我们频道或者群里的朋友，如果按照我们的策略走的，是很难亏钱的。那这个单腿买 call 和单腿买 put 是不是就不能用来赌财报了呢？其实也不是，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我们会一起聊一聊该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个方法。好了，说了半天废话，那现在呢，我们开始言归正传，聊一下如何赌财报。赌财报啊，整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是赌方向，也就是看涨还是看跌；另一种呢则是赌波动率，也就是财报前隐含波动率往往非常高，财报后呢隐含波动率又会急剧下降。那波动率呢，又是一个主要的影响期权价格的因素，所以呢，我们来赚这个隐含波动率的差。大部分人赌财报啊，其实都是在赌方向。那赌方向呢，我们放在后面说。我们先来说说大部分人，尤其是新手不太常用的赌波动率的方法。财报前隐含波动率很高，刚刚也说了，买涨买跌都不是很划算，这是因为隐含波动率高，造成期权严重的溢价。所以呢，这个时候做期权的买方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既然我们要赚这个波动率的差，那么我们一定要做期权的卖方。既然是卖方，那我们的全部收益就是所有的权利金。所以理论上来说，卖出的权利金越高，对我们越有利。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卖到期被行权风险很大，或者到期的时候很大概率变成价内期权的合约。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涉及到行权价的选择的问题，既要保证权利金收入多，又要考虑到到期不被行权。那这个呢，在上期影片行权价的设置上，我们做过详细的分析，把它放在赌财报上同样的适用。简单说，就是利用隐含波动率推测出期权到期时股价的大概率的上下波动范围。那么我们只要保证期权到期时股价在这个安全范围内，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策略是不亏钱的了。我们先来复习一个我们熟悉的方案，我们是卖方，可以直接卖一个单腿的 put， 这也是我们最常讲的一个方案，新手用这个方案再好不过了。这个方案为什么安全呢？只要行权价设置的不是很高，成功了可以拿全部的权利金，即便失败了，我们可以顺势的抄底股票。好的，我们不浪费时间，不理解的朋友呢，可以去播放列表里面复习一下这个策略，应该是第1期影片的后半部分。我们直接看个例子啊，假设我要卖出一个台积电的看跌期权，那行权价设置到多少比较安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10月11日收盘，台积电的隐含波动率是 45.14%， 收盘价呢是190块8毛1。这个波动率和股价随着时间临近财报日还会有些许的变化，所以呢，这里只是演示方法，不代表这个时候下单选择这个合约就是赌财报的最优时机。好，
我们先测算一下财报后股价的大概率的波动范围，把股价和波动率代入公式，190块8毛1乘以 45.14%， 然后我们再除以根号下的52，等于 11.94， 我们粗略的就算成是12吧。也就是台积电的财报后下周五收盘时，最高的价格是12块钱加上190块8毛1，等于 202.81。那最低的价格呢，就是190块8毛1减去12，等于178块8毛1。所以这样我们卖 put 相对安全的行权价格就是178块8毛1。我们只要在期权链中找到178块8毛1附近的行权价，然后卖出 put 就可以了。当然，一些更为激进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附近的权利金太少，那适当的调高行权价格，赚更多的权利金也未尝不可，只是风险和收益一直都是正相关的。所以根据刚刚的推算，我们可以卖一个财报后一天10月18号到期的行权价格是180块钱的台积电的看跌期权。那我们看一下损益情况，从这个损益图上我们能看出，只要股价不低于178块钱，那么我们就是不亏钱的。只要股价不低于180块钱，那么我们就可以拿到全部的权利金167块5。如果股价在现在的位置跌到了178，那么等于还要下跌 7% 左右。对于台积电来说，历次财报都不太有这么大的跌幅，所以相对安全性要高很多。看到这个策略，相信很多朋友一定要说了，老王，你这安全是相对安全了，可是赚了就160多块钱，没啥意思。确实如此哈。那我们再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除了上面说的提高行权价、增加风险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那我们看一下啊，现在我们只是单独的卖了一个 put， 如果我再加一个 call 呢？如果我再卖一个 call 呢？这样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多的权利金呢？好，那这种组合呢，就变成了我们卖出宽跨式期权，也就是卖出一个虚值看跌期权的同时，再卖出一个行权价不同的虚值看涨期权。那接着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组合，卖出一个put 行权价设置在180块钱，与此同时再卖出一个 call， 行权价格如何设置呢？我们上面推算过，股价行权日当天大概率涨不到202，所以呢，我们去期权链上找一下这附近的合约，我们看到有一个 202.5 行权价的，那我们就选择这个合约，这样呢，我们就组合好了我们的赌财报策略。那么我们看一下损益情况，从图中呢，我们可以看出，股价只要在176块8毛8到205之间，我们都是不亏钱的。如果股价在180到 202.5 之间呢，我们则可以拿到全部的权利金311块钱。回头看一下，股价如果低于176，那从现在的价格要跌下去 8% 左右。如果股价高于205，也要上涨 7% 以上。那对于台积电这只股票，这个方案相对是稳健的。但是大家切不可以抄作业，做影片的数据都是10月11号的，后面几天数据还会有变动。除此之外呢，万一财报暴雷，无论是涨是跌，损失相对都是很大的。本影片仅做教学目的，大家千万不能抄作业。那以上呢，就是单纯的赌波动率的两种方法。其实呢还有第三种，但是个人觉得对于新手来说不是很好把控，那这里呢就不过多赘述了，直接和大家说一下是如何组建的就好了。对于期权高手可以自行的慢慢研究。这个策略呢就是同时卖出一张平值的 put 和一张平值的 call， 这种方案呢也有个名字叫卖出跨式期权。我们还是简单看一下损益情况。我们同时卖出一个台积电190块钱的 call 和190块钱的 put， 到期日都是财报后一天10月18号，那我们可以收入1090块钱的权利金。那这种呢是完全的赌波动率，假设股价财报后不动，则可以拿到最高的收益1090块钱。那股价上涨有 5% 左右的容错空间，那涨幅超过 5% 会开始亏钱。
同样下跌也是向下，大概有 6.23% 左右的容错空间，跌幅超过这个幅度，那么也开始亏钱。这个方案对于新手不建议碰，因为一不小心就会亏钱。好，那这个呢就是赌波动率的算是第3个方案吧。那在说赌方向之前啊，再给那些手里刚好持有正股的朋友一点思路。如果你手里持有台积电正股，又担心财报后的波动，那么你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同样做一个卖出 call 的行为。但是呢，这时候不要参照前面说的最高涨幅了，因为如果卖一个202左右的 call， 只能拿到100多美元的一个权利金，起不到什么对冲的作用。其实你可以卖一个价格相对低一点的 call， 比如说卖一个195的 call， 那可以呢获取370块钱的权利金。这样即便财报后真的涨到了202，那么手里的100股正股涨到195的收益大概有500块，同时呢还有权利金370块钱，一共呢还是能有收益大概在870块钱左右。那如果我们不做这种保护呢，我们可以拿到20200减去19000块钱，我们可以拿到1200的收益。那相对来说呢是少赚了300多，但是呢我们降低了很大的风险。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赌方向。赌方向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看涨买 call， 看跌呢买 put。当然还有很多书里教大家在财报前用买宽跨式或者跨式的方式来赌财报，那赌的呢是涨跌都赚钱。这个方案我是不建议的，确实可以涨跌都赚钱，但是要求就是涨跌幅度必须大，要用涨跌幅度带来的收益覆盖掉 IV crush 以及另外一条腿的权利金损耗问题。那股价涨幅要多大才够用呢？可能至少也要 10% 以上吧。赌那些妖股动辄涨幅几十个点的也许可以，但是对于稳健的投资者来说，这种妖股我们几乎也是不碰的，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不建议这种策略。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说一下影片开头留下的问题。大家喜欢单腿买 call 或者是买 put， 那我们如何正确的来用这个方法呢？单腿买 call 或者是买 put 确实可以收益最大化，损失呢还有限，但是呢要求是财报后股价的涨跌幅度一定要大，或者财报前 IV 一定要小才可以。那么财报前如果 IV 高，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期权的价格高，那么我们只要解决了期权价格高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只要覆盖掉由于期权价格高而多花的这部分钱，就可以把高 IV 或者财报后涨幅小不赚钱的问题解决了。那看到这里啊，大家就应该有思路了。那我直接呢上例子。假设我买入了190块钱行权价10月18号到期的看涨期权，花费呢是592块钱。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上面测算过台积电18号大概率的最高价格在202左右，所以呢我再卖掉一个 202.5 行权价，到期日同样是18号的看涨期权，那我可以收入147块钱的权利金。看过以前影片的应该都知道这个策略的名字吧？没错，是垂直价差。不知道这个策略的可以去看这期影片。那买期权花费了592，减去卖期权收入的147，等于我一共花费了445块钱。那因为股价涨不到202是个大概率事件，所以呢只要股价涨不到202，那么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单腿的 call 的所有的涨幅的收益。最后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变相的降低了 IV。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190的 call 的隐含波动率是 56%， 假如隐含波动率下降了 10%， 下降到 46%， 那这张期权的价格就会下降到492左右。那这个呢只是一个预估，没有办法100%的准确，但是呢大家可以看见我们利用垂直价差有效的降低了买入期权的成本，变相的降低了 IV。 上面讲的是看涨，那如果你想看跌台积电，其实方法是一样的，只要买一个 put， 然后再利用垂直价差卖出一个不太可能跌到的价格的 put。
到期卖 put 作废，拿到全部的权利金，看跌的这个 long put 则可以拿到全部跌幅的收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的赌财报的几种方法。赌波动率为了能卖出最好的价格，最好选择在财报前一天进行，这时候的 IV 是最高的，做卖方呢也是最划算的。除此之外啊，今天用到的推测数据仅有 68% 左右的成功概率，所以是有一定的可能性财报后台积电的价格不在这个范围内，还请大家自我做好风控管理。本影片仅做教学使用，大家千万不要抄作业。最后呢，还是烦请大家多多点赞，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影片的最大动力。想要进期权群的朋友，可以描述栏里找到链接。那今天的影片就做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见。